那我们概括的话也是概括胸腔，其实它大小并没有太规定死要画多大，最重要的就是朝向，就是角度。胸腔是朝上的，那么把它中线斜过来，这个是它的法向，这是它的正面和侧面交界，判断好正面有多宽，侧面有多宽，底面能看到多少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我们看一个人体的时候，不要去看人体到底长啥样，而是要看这些体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体柱体能把它拼出来，就像是拼积木一样。你像这一个看起来它是个什么角度？头抬起来，下面看到的比较大，那么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方体。这个是从模特上概括出来的，并不是从它的哪条片衍生出来的。概括这个方体，其实说白了，除了角度跟它一样，结构上跟它一点都不一样。我们并不是在画它的真实结构。你要画真实结构的话，那这个眼眶、这个梨状孔、颧骨、颧弓、下颌，这里是嘴骨，这里是乳突，这里是枕大孔，这是另一侧的乳突。那么要是画结构的话，它头骨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我们要是现在就画这个，没有任何意义，这不等于学解剖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应该用的是这个，用方体去替代头啊，找它头的朝向，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。还有胸腔，你像如果说你看外形的话，它长成这个样子的，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个一条线来画朝向，两条线来交代它的宽度，再来一条线交代它的厚度，把它角度找出来，这个就足够画它的胸腔了。别依着它的人形来画啊，要依着它的结构的话，这里是胸骨柄、剑突，这里是胸腔，这是锁骨另一侧的。那它真实的胸腔是这样的，是这么大的。那我们概括的话也是概括胸腔，其实它大小并没有太规定死要画多大，最重要的就是朝向，就是角度。胸腔是朝上的，那么把它中线斜过来，这个是它的法向，这是它的正面和侧面交界，判断好正面有多宽，侧面有多宽，里面能看到多少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我们看一个人体的时候，不要去看人体到底长啥样，而是要看这些体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体柱体能把它拼出来，就像是拼积木一样。这个正面看到的比较多，顶面看到的比较少。就说这个头啊，头胸胯啊，这个属于中轴。我一再强调，你拿一个方体的东西来参照一下，你把这个东西你确定一个面作为它的正面，然后你摆一个跟它差不多的角度，你看一下，你就知道这个方体该怎么画了。像这个人的话，能看到它的正面多一点，稍微能看到一点这边的侧面，那就是这个角度，然后抬起来比较多，那就是看到底面比较多。那这个方体不就出来了吗？这个方体怎么画不就出来了吗？现在最关键的是判断清楚这三个体块的朝向。柱体倒还好，柱体比较简单，这个东西掌握之后，我们就画角度变化。比如说给你6、7张图，这6、7张图呢都是一个模特一个动作，只是它在这个角度上稍微的有一点不同。比如说这个角度画一个，这个角度画一个，这个角度再画一个，这个角度再画一个，这个角度再画一个，微妙的角度变化带来它这个各个朝向面的大小的比例变化。但前提是必须要先把这个解决。不会判断不清楚这些体块，那么你就借助道具就可以了，充电器头啊、橡皮啊、削笔器啊都可以拿来用。没看到几个同学用，然后那个方块画的还不行，有些同学的方块有画成这个样子，那是方块吗？还有这个样子的，这变形变得太厉害了。你参考一下，拿一个稍微摆一下，你就知道这个方块到底长啥样子了。正面和侧面的交界啊，我们就把它画的简单一点。
然后这边侧面看到的更少，这个手臂看到的横截面比较圆，所以呢这个手臂比较短。画这个柱体的时候，要把柱体两侧的边和它横截面的这个圆，这个椭圆接上。我看有些同学这里是断开的，这个形状没有形成一个形状，只是画一些松散琐碎的线条。这个要更圆，这个柱体。那么从俯视的角度看的话呢，这个腿就有可能是这个朝向，这个腿是这个朝向。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看，从这个角度看，这边要圆一点，这边呢要相对来说扁一点。这个圆就是这个圆，这边这个圆就是这边的这个圆。要学会自己切换角度去看，你才能够想象得出来它在空间中的状态。像这种屈膝的，我们可以把膝关节概括成一个方块，能够同时画出来它的顶面和它的正面、顶面。这个小腿是朝后去的，那么这个柱体呢，能看到上面的横截面，两侧尖点的连线，或者说这个锁骨的连线，判断胸腔的朝向、倾斜度。这个是胸腔中线，判断它的朝向，这边是它的斜度。这边呢，手臂圆柱是朝向后面的，看到的比较短，看不到的部分也想一下。这个能看到底面，侧面看不到。我们画出来的这个方体，它要是一个方体才行。就像刚才说的那个画成扭曲的，你画出来之后，你看一看它是不是方体？它不是方体。如果它往上抬的话，这个样子它才像一个方体。你看这些东西都是通过理解、想象得来的画出来，不是依照着人体画出来的。有的同学还是摆脱不掉人体这个照片对你的影响，无法去通过自己的想象构建出来这样的一个方体柱体组合成的人。这边小腿也略微的有点往里收，它上面的这个顶面扁一点。手简单一概括，画面的效果、结果它并不难，难的是这个过程，绘画的过程，思考的过程。